中国掌控全球稀土命脉，盘点全球10大稀土进口国，只能求着中国买稀土。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在盘点榜单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把历史讲透，否则你根本看不懂现在的博弈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中国稀土开采无序，门槛极低，环保几乎没有管控，全国各地大小矿场遍地开花。为了抢出口订单，疯狂内卷降价。那个年代，中国稀土卖的不是战略资源，卖的是泥土价。欧美日韩抓住这整整20年的黄金窗口期，毫无节制，近乎掠夺式扫货。他们用极低的成本囤积了海量稀土储备，用来发展战机、雷达、导弹、精密仪器、高端电机、半导体材料。而中国自己守着全世界最核心的稀土冶炼技术，最完整的稀土产业链，长期只赚一点点加工费。2005年之后，中国终于开始全面收紧，取消出口退税，压缩配额，停止发新矿证，关停小矿场，整合6大稀土集团。2010年之后，原矿彻底禁止出口，只允许深加工成品出口。到了2025年底，中国打出终极大招，中重稀土全面实行许可证定向出口，这是历史性转折点。从此，稀土不再是随便买卖的商品，它变成了国家级战略筹码。轻稀土、中重稀土分层管控，精准拿捏，谁能买谁不能买，谁限购谁断供，全部重新洗牌。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全球约 50%， 年产量约27万吨，占全球产量的 69%， 年出口量约 6.26 万吨，主要是化合物、金属、磁材等，原矿已基本不出口。中国的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占全球 78% 到 90%， 中国的高端永磁体、铁硼产量占全球 90% 以上，中国的中重稀土分离产能占全球 95% 到 99%。中重稀土主要应用于军工和新能源车，国外短期替代难度很高，海外新建完整产线周期7到10年，成本与技术门槛极高，2035年前无法摆脱依赖。接下来，我们从第10名逐一盘点全球10大稀土买家。第10名，中国台湾。台湾本身无任何稀土资源，整个电子产业、永磁产业、高端零部件产业100%依赖大陆稀土供应。过去20年，台湾常年稳定进口，用量不大，但是极其稳定。它的主要用途 PCB 电路板、电子元器件、小型永磁材料、精密传感设备。在全球供应链里，台湾属于刚需稳定型买家，不会暴涨也不会暴跌。受2026新规影响，台湾民用轻稀土正常通关，高端军工级中重稀土同样受限收紧，高端材料进口难度明显加大。第9名，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稀土中转加工国，很多人以为马来西亚自己产稀土，其实完全搞错了。马来西亚本土产能极低，它最大的作用是国际稀土中转站、代加工厂。过去多年，大量中国稀土半成品出口马来西亚，经过简单再加工，转手销往欧美多国。西方国家为了规避早期中国出口配额限制，长期利用马来西亚做绕道端口。马来西亚的采购特点：量大，偏向半成品，中转属性极强。2026年新规之后，中转管控升级，半成品出口大幅收紧，马来西亚的中转套利空间被直接压缩。第8名，印度。印度是近5年增速最恐怖的稀土买家。10年前，印度排名垫底，根本排不上号。但随着印度大力扩张新能源、风电、家电、基础制造业，它的稀土进口量连年暴涨。印度没有成熟的稀土冶炼技术，分离提纯能力几乎为零，也就是说，它有需求、有市场、有工厂，但是完全没技术，只能全盘依赖中国。它的采购特点以轻稀土为主，民用为主，增量极快，是未来潜力最大的买家市场。受新规影响较小，目前依旧可以正常进口民用轻稀土。第7名，意大利。意大利是欧洲工业核心买家之一。意大利的陶瓷工业、精密机械、汽车零部件、高端冶金，全部离不开中国稀土原料。整个欧洲除了德法，意大利是第3大稀土消耗国。意大利几乎不直接从中国进口，绝大多数货源通过荷兰中转。它的用量稳定，工业刚需，常年稳居欧洲前列。目前依旧在合规配额内正常进口，无明显限制。第6名，德国。德国，欧洲真正的工业顶梁柱。德国的风电产业、高端汽车工业、
精密机械制造、高端自动化设备，对稀土依赖极强。欧洲为什么怕中国稀土管制？最大原因就是德国工业扛不住断供，德国本土无稀土冶炼能力，所有高端瓷材、稀土原料全部依赖中国深加工产品。过去几十年，德国是中国稀土最稳定的欧洲大客户。2025年后，中重稀土收紧，德国高端制造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原材料压力，高端电机、军工配套、精密设备用料审批变严，拿货周期变长，成本持续上涨。第5名，越南。越南是近几年崛起最快的东南亚超级买家，很多日韩企业把工厂搬到越南，直接把稀土需求带爆了。电子组装、新能源配件、电机代工、瓷材加工，越南需求年年翻倍。越南的特点完全没有稀土深加工技术，所有原料全部进口中国，它也是日韩变相囤货的新跳板。日韩为了规避本国进口限制，开始大量通过越南代工，间接储备稀土成品，这也是2026年之后国家重点监控的变相中转渠道。第4名，韩国。韩国全球第4大中国稀土进口国，韩国三星、现代、LG 整个高端制造体系命脉绑定中国稀土。韩国对中重稀土的需求甚至比美国还要挑剔，还要高端。韩国的新能源电机、储能材料、半导体、精密涂层、军工装备高度依赖提德等高价值中重稀土。在2025年之前，韩国拿货非常轻松。2026新规落地之后，韩国民用轻稀土正常进口，军工级、高端制造级、中重稀土配额大幅缩减，审批极严。韩国也是目前焦虑感最强的发达国家之一，因为它的高端产业几乎没有替代货源。第3名，荷兰。荷兰看似不起眼，却是整个欧洲的稀土总枢纽。你看到的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欧洲各国的稀土，绝大部分都是先进口荷兰，再分流整个欧洲。荷兰不生产、不消耗，只中转，它是中国稀土进入欧洲的最大门户。过去多年，欧洲想要多少稀土，基本看荷兰的进口量。2026年管制升级后，中国对荷兰中转贸易严查终端流向，杜绝欧洲军工企业通过中转渠道变相拿受限稀土。欧洲整体高端原料获取难度全面上升。第2名，美国。终于来到第2名，美国。美国的稀土格局是全世界最奇葩的格局。很多人以为美国怕中国稀土，其实真相更扎心。美国有矿，但是没技术。美国本土拥有大量轻稀土原矿，它每年大量把原矿出口到中国，让中国冶炼提纯加工成高端成品，然后美国再高价买回去，用于 F-35 战机、宙斯盾雷达、精确制导导弹、核潜艇设备、高端军工瓷材。这就是过去几十年中美稀土最诡异的贸易闭环。在2025年之前，美国几乎可以无限拿货，但从2026年开始，美国彻底迎来分水岭。第一，所有军工级中重稀土对美基本停止供应，涉及导弹、雷达、战机、高精度武器的核心重稀土不再审批出口。第二，轻稀土民用领域保留极小配额，层层审查，必须提交终端用户证明，严禁流入军工体系。第三，美国试图重建本土稀土产业链，折腾了好几年，依旧无法突破中国串级萃取技术。自己有矿，外国的矿石也可以进口，但是提纯做不出高端货，这就是美国目前的死局。现在的美国能挖矿，炼不出高端材，有钱买不到战略级稀土。第1名，日本。全球进口中国稀土第1名，几十年从未动摇。日本是全世界对中国稀土依赖度最高、最极致的国家。日本本土零可商用稀土矿，100%全部依赖进口，而进口的核心来源就是中国。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、丰田、松下、信越化学，整个日本高端工业体系扎根在中国稀土之上。巅峰时期，日本一个国家买走了中国全年稀土出口的1/3以上。过去几十年，日本靠着低价中国稀土疯狂囤货，战略储备，建立全球最完善的稀土储备体系。但现在时代彻底变了。2026年日本真实拿货现状：第一，中重稀土对日基本全面断供，军工所需的 T、镝等核心重稀土已经几乎不再发放对日出口许可，日本军工企业已经彻底拿不到战略级稀土原料。第二，轻稀土民用配额直接砍掉60%以上，可以买，但量极少，价极高，
审核极严。第三，日本疯狂找替代方案，澳洲矿、缅甸矿回收拆解，东南亚中转，但是全部治标不治本，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具备完整17种稀土提纯能力，矿石再多，没有中国技术就是石头。现在的日本，高端军工升级停滞，高端电机产能受限，储备逐年消耗，只出不进。几十年从未被卡脖子的日本稀土产业链，在2026年彻底被按住命脉。看完这份10大买家榜单，你会彻底明白，过去40年是中国稀土供养了全世界的高端工业、高端军工、高端科技。欧美日韩靠着中国廉价的战略资源，完成了产业腾飞、技术积累、军备迭代。但未来的稀土供应格局会变得非常复杂。